所以今天晚上我就会睡在这里。呵呵，他刚刚又在想。那个就是晚上我要自己一个人住的房间。我是怡柔。那上一次呢，我们就带你们去槟城的已经废弃了的 Crack Hotel。那这一次呢，我们就要来尝试一点新的、特别的挑战。我们会在一个已经有很多年历史，但是还正在营业，但是有闹鬼传闻的酒店挑战过夜一晚。那这个酒店呢，它就是位于 KL Bukit Bintang 的一个酒店啦。那这个酒店就是在吉隆坡市中心有一家酒店，这是一栋高达48层的酒店，就坐落在五级免登的正中间。表面上看，它就是你对一家豪华城市酒店的所有想象，但这家酒店最具争议的其实是它的所在地，因为这一切的背后，这个地方承载着一段历史。那今晚我们会入住。我们会挖掘这段历史，我们会走遍这栋楼，我们会在这里过夜。到了天亮，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我意外的发现这个 hotel 蛮多人入住的，有可能是因为它很有名，所以就有非常多的游客来这一个区域。去15楼，我们的房间是在27楼，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去看看、参观一下我们的房间。我觉得它的外面的 decoration 蛮漂亮的，它有一些 garden 啊，然后应该是有泳池，可是现在下雨啦，我突然感觉好像可以理解为什么它 5 star 了啦，因为我觉得是很舒服的。然后我们现在要 travel 去另外一个 tower， 然后我们才能去到我们的房间。OK， 我们今晚的房间在东塔，也就是说，从大堂走到房间，我们得先穿过这条走廊。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直到你意识到这家酒店的东塔和西塔其实分别坐在同一栋建筑的两端。两者之间的距离大概有200到250米，相当于2个半足球场，就只是为了走去房间。我觉得它虽然设施很大很美，可是它有一点年代感啦。But 它已经成立，它已经建造很久了嘛，几十年了，所以可以理解它的设施比较旧啦。但是整个 environment 是比较舒服的。它的装潢有一点欧式、英式这样的感觉，但是有一点怪怪的感觉。不是，我住5号。5号在哪里哦？这是7号、8号了，那个是6号啊。3号哦，没有哦，消失了酒店房间。15号。哦，15 ，Oh my God，crazy，sorry。可是真的没有5号哎。15号。OK， 这个就是晚上我要自己一个人住的房间。OK，
我们先敲门 ，OK？ 我觉得蛮漂亮的，我的第一印象。Oh my god， 我们先来看。Oh my god， 它是那种套房很大间。它的整个 OK， 它的设施没有那么新，但是看得出就是在10年前还是20年前哦，它是算比较高级的装潢。哇哦，这叫什么？老前锋，墨绿色，高级。哇，还有的泡澡 ，crazy， 感觉很爽OK， 我们去看房间，它的布局很特别，就是它很多面墙，然后隔来隔去，很大间，而且你看可以通去浴室 ，not bad not bad。OK， 这里有一个衣柜，通常呢鬼戏里面就会讲演嘞，就开起来就会有可怕的东西咯。Oh my god，OK，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如果晚上我睡这里哦，我会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的地方，就是这个镜子它是面对着我的床的哦，好像是风水来讲哦，镜子通常尽量就不要面对床咯。但是我觉得这个布局有一点点毛毛的，所以我希望 OK， 可能我会睡这一塞啦，我就不要睡跟镜子这边。我们若这样看呢，我是觉得还不错，而且很豪华。Oh my god！ 谢谢我们的节目组租这么好料的屋子给我睡。Oh my god！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外面的风景。就是整个Bukit Bintang整个 KL 的 view 可以看到 TRX， 所以是蛮黄金地段的。你看 TRX 就在那边，不错不错，我很满意这个房间。希望晚上它也可以让我满意一点点。OK。我们现在 room tour 完了，现在我要来猜这一个房间在这种 KL 的市中心地带，一晚到底要多少钱呢？我猜 ，OK， 我觉得它算很豪华，可是还有点旧嘛，所以我觉得它有800块一晚。高还是低？低哦。OK， 这样子的话应该是550。也不对。难道更便宜？更便宜这么大间，我觉得300不可以再低了。对啊 ，OK，300块，OK， 很值得300块，而且我觉得它的整个设施都很齐全，然后主要是很大，然后又在市中心，300块，not bad啊！如果你们来 KL 玩，住这边是不错吗？值得。OK。所以现在我们就要直接go through我们的 mall， 它可以直接通往我们的 mall。我觉得这个 hotel 它以前很吸引人，是因为它就是连跟 mall， 所以你住完 hotel， 你也可以直接去市中心的附近的商场啊走一走。OK， 我们现在来到它的 main entrance。其实呢，我很吓到，很 surprise，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来这个 mall 一下，因为在我印象中哦，这个 Berjaya Times Square 是没有人来的。我们现在要上去一点点哦，你就会看到一些很特别的东西。这个地方的开始并不顺利，建设工程正好赶上了马来西亚金融危机，比原定计划晚了整整4年才正式开业。2003年开业的时候轰动一时，首相马哈迪亲自出席了开幕典礼，总造价高达17亿5千万令吉，当时被正式宣布为全球有史以来单一阶段建造的最大建筑。它的地基深达5层地下室，往地底下挖了整整25米。在它最辉煌的时候，这里曾有整个亚洲第一家 Debenham 百货，也曾有过全球最大的 Borders 书店。
但如今这2家都已经关门了。而且这里算是吃东西很方便，我觉得有很多甜点啊、饮料啊，我觉得来这里吃解决一下午餐、晚餐是不错啦。而且我还看到很多衣服真的很便宜耶。OK， 我们现在上去看多1楼，我想要去4楼，我们去，你看那边，我感觉它的每1楼方式都是不一样啦，它有分好。这里就是非常游客区哦，因为它都是卖这种 souvenir 的店。好，而且我们来到这个衣服区，你知道这里的衣服有多便宜吗？10块钱，10块钱就可以买裤子，好看哦。帮我 P 一件。这个吗？它有48层楼，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真的啊。来，我带你去看。可是它上面就封顶了呀，它还有很高，不过它上面有一层屋顶隔着。OK， 现在我们上去看看。OK， 现在我们抵达我们的6楼。Berjaya Times Square 的6楼呢，一直都是有一点点神秘，然后一点点传说啦。为什么这样子讲呢？你看这个网，一个 mall 有这个网，非常奇怪。如果我是不知道的人啦，我是不知情的游客，我一定会感觉说啊，难道他防止我的手机跌下去？这其实是因为6楼曾经发生过命案，有人从这里跳下去。其中报道最广的一起是发生在2013年的情人节，一名36岁的女子朱哲莹从6楼坠落，当时她靠在栏杆上。警方证实，她此前一直在接受心理健康方面的治疗。现在开始哦，你看6楼已经是没有人了，完全是空的，下面就很热闹。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这边很阴，其实我现在感觉很不对劲，我一直在起鸡皮疙瘩。网络上传言啦，是自从跳楼过后哦，这个 mall 才慢慢开始越来越败落，有可能是阴魂在作祟，也有可能是当地人就觉得很晦气啊，你这个 mall 这么多跳楼事件，总之就是它是一个时代的陨落啦。你看这里往下看，它也是有网，因为它不要给你跳。我就在想，每天在6楼工作的这些人，他们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之后，他们到底是什么感受？所以我找了几位聊了聊。老板，你在这里开几年了哦？15年啊？没有了4-5年，可是这么有2015啊？2015那个以前我们有开了关了再开这样哦。我聊的第一位租户开的是一家专门买卖旧钱币和旧钞票的店。哇，这个够旧哦，可以看那个吗？这个是以前的20，以前的20，完全没有看过。他说那件事从来都不是什么秘密，但在他看来，每一栋有年纪的建筑都会有他自己的生死故事。他就是那种不会被这些事情吓到的人。谢谢老板，祝你生意兴隆啊！谢谢。我聊的另一家住户是开了一个模型店，专门卖遥控车和遥控飞机。哦，这种是我们的童年呢。这个叫什么车我不懂，但是我小时候一直玩这种，是不是？他说他在那里开店已经超过10年了。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是农历新年期间，店都还关着。有人从中庭的正中间跳了下去，警察来了，把现场围了起来，然后这个商场照常营业。谢谢，生意兴隆。OK， 我觉得这个老板他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我觉得这边的店面
他们对于这种商场发生跳楼自杀的事情，感觉好像很平常，或者他们也不会很板当去聊。可是，刚刚那个老板给我感觉就是他没有很想要继续讲啦。可是听他的语气哦，我不会觉得很可怕，就是好像哦，这个地方久了发生一些命案很正常哦。OK， 现在我们就去 basement 看看吧。这里的 basement 一共有5楼，就像刚刚讲的咯，就是它往下挖的地基很深很深，足足有25米。传说啦，就是他们有挖到一些以前埋在这里的遗骸啊，然后我不清楚他们会怎么处置啦，但是就是有可能我们脚下的这一片土地，它会有一些灵体，还是会有一些魂魄，可能 maybe 飘在这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去感受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啦。这边有go kart哦，这是不是 ？Oh my god， 你看，那边是停车场，可是这里是可以玩go kart的地方。Alright， 我们看看。我不清楚它有没有开着哦，现在就是它开歌开灯，我觉得应该是有啦。我们找看工作人员。我和卡丁车厂的员工聊了聊，他在那里工作了大约1年。尽管他知道这栋建筑的年纪和他的过去，但他告诉我，他在底下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遇过任何灵异事件。所以我决定亲自去查一查。它有分型号的，我应该是要拿 S 版。这其实是我第一次玩卡丁车哦，因为里面真的很黑，所以等下我们进去绕2圈，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Game begin. Oh my god！ 那我觉得蛮好玩，因为好像没有人，你懂吗？就是这里是完全是空的。我们用单手看 ，crazy！ 我完全不觉得这边很阴森，因为它不会有那种怪怪的感觉，而且还有它的 neon 的那些设计哦，会让我觉得很有氛围感。然后我其实很 enjoy 在这里哦，完全不会有 basement， 然后什么坟场，完全没有。有柴油呢，柴油。Oh my god！ Oh my god！Oh my god！ 我感觉很快，一下子就结束了。可是 OK，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 experience。我没有觉得什么怪怪的地方，我觉得很好玩这里。恭喜我成为第1名，谢谢。Game over. OK， 现在时间是晚上，然后我也换了睡衣，然后今天一整天去逛那个 mall， 还有逛了一些这个 hotel。其实我感觉目前为止呢，这个 hotel 给我的感觉还算是比较 peaceful 一点点啦，一点点罢了。毕竟这个 hotel 也是很多年了嘛，所以我们也是有去看过一些其他游客给这边 hotel 的评论，他们有留下 comment 啦。其中一个就是他是来自新加坡的游客，他叫做 Evelyn， 他就有讲说，当时候他一个人住在这个 hotel 的时候，他在上厕所，然后就突然 feel 到了厕所的门把手从外被疯狂的扭动，然后就好像有人要从外面开他的厕所门，可是很诡异，就是只有他一
个人待在那个 hotel， 这样子的事情，如果是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会尖叫 ！Oh my god！ 而且这样的诡异的事情不止发生一次哦，还有另外一个，还是来自纽约的 Michelle， 他就有讲说，他住这个 hotel 3天，3天他都睡不着，可是很奇怪，就是他又没有感觉到很疲惫，很没有精神，而且。他讲说，他以前是不相信这种东西的，可是他来到这里，他真的有觉得很不对劲，很奇怪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来自泰国的 Fly， 他就有讲说，他有 detect 到，就是这里以前是坟场，或者就是有埋葬过一些死去的人，所以他就会觉得走廊很诡异，可能他有感受到一些东西啦，所以我就觉得。到底这个 hotel 它到底会不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今晚才会知道啊。OK， 现在呢，我们要去探整个 hotel 的这个楼层，然后我也带了我们的道具 EMF。OK， 因为我住在的是最 corner 的。屋子，所以我们往那边探啦。这里比较，看来他们很礼貌哦，没有进去我们的房间，他们在 common area 逗留。房门口是没有。这个 star 很低。可以是哪个？这个原来是他。OK， 我们继续往那边走。OK， 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 side 的房间啦。我觉得这边也是蛮 peace 的，而且这里的回音会比较大声一点。可是OK， 我现在感觉有点点不对劲啊！我起鸡皮疙瘩。可是他好像比在那一赛的时候还要冷静哎。我觉得这里它的温度很低，很热一下。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冷，可是其实是热的感觉。你会不会觉得热？你会觉得热？可是感觉冷这样子，不知道为什么。OK， 我觉得这一区比较怪一点点。而且这个房间为什么它没有锁头？我起鸡皮疙瘩。是不是以前这是不是一个 room？ 就是他可能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他就封掉这个房间，然后不要给人家进去。可是它的构造又有一点点奇怪，因为其他的 room 它是像这样子的，它是平可是这个又是凹进去。可是又不像 store room 因为其他的 store room 是长这样子的所以我也摸不着头脑，它到底是什么，很诡异。Oh my god！ OK， 不是，好像可以开我的。OK， 我变得很胆小我们来看 OK， 如果有什么东西，你们一定要救我 OK。OK， 敲门前 ，Sorry。OK， 我告诉我自己最坏的打死，最好的打死就是它是一个楼梯。OK， 吓死人！它是一个电房。哎呀，电房做到这样子诡异做什么？吓死人！我们现在去 basement 1楼，我们去我们刚才卡丁车是 B3， 现在我们去 B1，OK？ 我们去看晚上的停车场会有什么不一样的风景吗？
其实讲哦，它的停车场很亮哎哈，比我的 hotel 走廊还要亮，一点都不恐怖。希望我不要会打脸啊！我现在讲不恐怖，但我乱喊怎么办？目前看，我觉得很 peace。EMF 也讲很 peace。我们走一走，绕一绕看 ，OK？ 我觉得很难得，它的 hotel 就是这么多年，然后又旧，它的 mall 又很旧，可是它的 basement car park 是很宽敞、很明亮哦，就不是那种好像鬼戏里面的 car park。OK， 这里应该是洗车的地方啦。这里是整个停车场唯一一个比较暗的地方。OK， 现在我们不要看 B1 了，我们去最底的 B5 basement car park。Let's go。OK， 现在我们来到了 basement 5。OK， 非常清晰的可以知道，就是整个环境安静很多，应该是超级没有人来这里。OK， 完全没有车。OK， 有一点点车，一点点。你看这里的墙壁就比较破烂一点点。我们的 EMF 还是很冷静，可是 OK， 我有觉得一点点冷这样子啊，一点点冷。你也是有觉得是不是？冷，我的脚起那个鸡皮疙瘩。然后这边比较冷，一点点冷风，然后又对，一点点冷风，然后又怪啊。OK， 我们 Let's go。我觉得它的墙壁哦，有很多那些污渍哦，让我感觉吓死人 ！Oh my god！ 它那个对，那个应该是电击房。OK， 我们要冷静，我们不可以被一点点东西就吓到这样子。可是真的是很少人一眼都可以望到头。可是确实这里是阴风阵阵哎。我觉得这里还好，我刚刚在中间的时候，我感觉比较不对劲一点，这里还好。OK， 我已经带你们去看所有合法的地方了，就是 basement， 然后那个 garden 吃不到嘛，所以我们已经看了我们可以看的地方，我觉得还好。For 这个 basement 的 part 还有 mall， 不要讲那个很格力的6楼啦，我其他觉得还算 OK。然后现在也是蛮迟了啦，已经要11点了，所以我们现在回去酒店休息。然后毕竟我今晚还要去跟那个有点诡异的房间，我要睡一个晚上。OK， 今天晚上你们陪我一起睡觉 ，OK？ 我一个人。你看，他在 basement， 他没有这样子的，知道吗？他只有在走廊这样子的。OK，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房间，要准备睡觉了。我们洗澡之前，我们来最后绕一次我们的这个房间 ，OK， 带着我们的 EMF。刚刚这里还一直闪哦，现在还好。其实我最怕是这个衣橱。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给我一种很毛的感觉，我很讨厌它一开灯就亮，我不喜欢。哦，可是看起来是 safe。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哦，是我们没有测到的，它在这边哦，上面。快点跟我一起来。哦 ，safe 哦，没有事情 ，OK。感觉这个 EMF 给我很大的信心，今天晚上可以自己一个人睡觉。它一路绿灯，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信任它的啦，所以你也信任它你信任它 ，OK，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事情啦。
因为你看他的这样子，就是我如果不相信他，我不知道我可以相信谁哦。OK， 我们先去洗澡。OK， 现在我刚洗澡好，然后我要刷牙，准备睡觉了。OK， 洗漱完毕，然后现在其实很迟了，已经半夜了。然后，整个 hotel 就是剩下我一个人。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些睡前准备仪式，我们就可以睡觉啦。OK， 现在我们要开这个东西，晚上睡觉就会保护我。然后这里就有一个摄像机，可以拍我睡觉的地方。然后这边。现在我们要来揉这个 camera， 看到吗 ？OK，Hello， OK， 所以今天晚上我就会睡在这里。OK， 现在 Good night， 拜拜。Oh my god， crazy！ 我有一点点怕。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在这里的话，我希望我们可以和平共处一个晚上。我自认为我应该是好事做的蛮多，如果不够多的话，我以后会做更多 ，OK？ 然后，我没有害你，所以你也不可以害我。然后 ，OK， 我希望你天天快乐。如果以前你的日子不快乐的话，那以后我祝你天天快乐 ，OK？ OK， 我们就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晚，相逢就是缘分。OK， 就是这样子。OK， 幸好有这个 camera 陪我，我至少我怕我还可以讲话一下子。OK， 我现在没有睡意耶，怎么办？我没有想要睡觉过，我晚点好先了。他刚刚又在想要。Oh my god！ 他刚刚又在想啊，我现在靠给我的 crew。闪红灯，他刚刚真的在闪红灯哦，就是他出完声音过后，他还闪红。就在这个时候，团队进来检查那台 REM pod。我们告诉自己，那应该只是电子设备的小故障，把它重置了一下，然后就再次留我一个人在那里。
要有一点点反应，我就会有很大的反应。他现在又没有想了。我很怕，Morning guys， 终于睡醒，来到早上了。没有人懂我昨天经历了什么。OK， 但是我现在感觉好多了，我没有像昨晚这样子情绪很激动，因为已经白天了嘛，阳气比较重，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的状况是很 OK 啦。昨天一整天我们去逛了那个商场，逛了那个 hotel 过后，整体的感觉是不恐怖。我觉得不恐怖，然后也没有那种什么很阴森的感觉，然后就给我很大的 confidence 来，我觉得肯定是 safe 的今晚。所以呢，他一开始想我是来因为刚刚我有经过，然后可能他sense到一些东西，所以第一次的时候我还没有那么怕，然后过后一下子，因为我前面已经有2次了，我已经有阴影了，你懂吗？所以他第3次的时候，他也不像是前面2次是滴滴滴滴滴，还是滴这样子，我是这样 ，Oh my God， 我完全控制不到我自己，我完全我的情绪是失控了，然后我很怕，而且我又一个人，而且其实是就是我活这么久，我没有一个人睡过 hotel 的，我会更加的怕，对我来讲啦。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啊，我觉得主要是我太过信任他了，就是我觉得他给的 signal 就是对的，只要他想，他发出声音或者他亮灯，就是证明 something there， 你懂哦？他响的时候，我前面我还会来看一下，就是他的情况，就是我一看，怎么他又在响这样子。可是第3次的时候我的手也很软，脚也很软，然后其实我本来想要用那个 pocket 又在拍我的第一视角了，但是我完全没有力动，他想我的地方就是我就是卡在那边，然后我好像很想跑，你知道吗？因为我是怕的，可是我的脚很软，我完全没有力跑，我只能走在原地哭哦。我觉得住进来这个房间跟你来参观它是很 different 的东西来的。就你参观你会去注意它的椅子的布料啊，哇很美啊，然后窗口外面的 view 可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视野是有限的，你躺在那个床上这样子他看到的东西他会有那个 blank 的 area， 因为它的布局的关系它会有好像有一个走廊，然后厕所又是另外一 side， 然后客厅又是另外一 side， 然后有一些墙壁就会 block 到你，所以就会让人开始胡思乱想，就是有东西在墙壁后面偷偷看你这样子，或者是说可能另外一个走廊它会有声音，可能你就会很 sensitive 这种声音，因为你看不到，就是未知产生恐惧。而且我觉得 overall 来讲的话，我不会觉得说是这个 hotel 讲一定会遇到鬼啦，因为你知道，就是
这一片土地，这个地球，人类都已经活这么多年，那么多一代的人，那么多辈的人，他们在这边生，在这边死，所以我觉得发生一些故事是很正常啦。可能别的hotel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可能也会有闹鬼的传说，所以会不会遇到？我觉得真的是看个人。我觉得整体来讲，我现在想回去啦，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很特别嘛，你懂哦？昨天晚上，我以前是一直讲我没有玩过任何恐怖的鬼屋，我没有玩过任何恐怖的那种 theme park 这样子。但是过了今晚哦，我会觉得这个是我人生中最刺激的鬼屋体验。OK， 是不错，记得来我家 Times Square 鬼屋。